总，我们昨天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，有趣变化就是川普上来，刚刚讲不是对中国步步进逼吗？其实对你习近平步步进逼。那你步步进逼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我把你等于说“一带一路”非常重要的节点委内瑞拉给干掉，我把你油源非常重要的来源伊朗给断掉，甚至你现在古巴，古巴是中国放在那里监视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雷达站，我现在也要把你收归国有，根本不用讲说收为己有。你根本不用讲的，巴拿马运河，你李嘉诚都已经付了钱了，我照样给你吐出来。可是你还是要去见，你这些话你都没有讲，你还是要去见川普。今天更夸张的是，今天传出来消息，5月14号、5月15号这2天的时间是川普决定的。对，没错。我要到你家做客，我告诉我你要我哪天去。而且我明后天去你家，你一定就要让我去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我去你家，结果我决定时间，你决定，我根本不管你，我还没有打扫干净。当然，目前中国的立场是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一个太尴尬了。对，好，那我跟他讲，事实上呢，目前为止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中国某些程度来说的话，可能是中了川普的计。我们讲这几天《华尔街日报》不是报道，2017年呢，这个川普去中国访问的这些细节吗？当时中国认为川普是可以 deal 的人，对，他认为他可以 deal， 所以他想办法跟他 deal， 完成这个 deal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川普的第二任不是这个样子？他其实呢，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很在意跟中国 deal 这些事，他是要中国你就吞下那些东西吧。我想为什么这样讲？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的时候，欧洲已经通过了美国跟欧洲的贸易协定了，他议会已经通过了哦。为什么？他就逼你吞下去嘛。韩国也不是逼你吞吗？日本不是逼你吞，台湾逼你吞，他也会逼中国吞。所以他这一次就是准备好所有东西就叫你吞。所以他的交易的艺术不是跟你 negotiation， 没有，那不是啦，跟你极限施压，逼你妥协。你一定要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他对中国最不信任。他第一任有没有跟中国达成协议？有，他不相信中国，所以我觉得他那个 deal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严苛，让中国可能无法接受的程度。那为什么现在中国一定要跟你做这个所谓相关的协议呢？因为中国撑不下去了。我必须跟他讲，我很多人都觉得说中国经济不是很好吗？那美国债务很危险吗？我跟他讲，真实的债务状况是这个样子的：美国国家负债是占 GDP 的120%，所以美国政府真的很危险。但是美国的民营企业跟一般的家户的负债大概100%，所以美国整国的负债大概是占 GDP 的220%。中国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多少？中国政府它负债只有60%。可是中国的地方企业加上一个地方政府负债加起来的话，320%，它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中国很强很强，其实中国已经慢慢的开始外强中干，它负债比例也高，它撑不住那些为什么他们现在房子卖不出去？对，因为所有的民众都是负债。所以才说，为什么他想要跟美国改善关系？因为我一定要打开美国市场，我要打开美国市场，我可以卖好的价钱。对，我才不能自己再继续内卷。我就算不内卷，我卖给别人我也赚不到钱。对，那种运转的这个状况来说，他投资太多东西。你看军事，他过去几年我们讲到军事投资那么多，现在打水漂，对，一带一路打水漂。你现在看起来你丢的航空母舰是，今天讲的你今天的歼20是，现在听出来更好笑，你的歼20根本就是抄人家的。对，所有东西都没有啦，对不对？然后 AI 你发展半导体。发展这么多东西，可是问题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弱嘛。那你还发展电动车也赚不了什么钱嘛。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带一路好了。一带一路你可以看，一带一路这个2013年他上台的一带一路啊，习近平上来，现在几乎完全都被端的差不多了，都被端的差不多。你看这个所谓委内瑞拉也断了，伊朗也断了，现在巴基斯坦也在那边左摇摇晃晃。巴基斯坦现在跟这个川普是非常好，巴基斯坦现在实质掌控者，他们国防部长跟川普是非常麻吉的，他现在已经准备要倒到这样，你更不用讲，这几天不是说连俄罗斯都说，我可能要用美元计价，所以可以说他是这个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我才说现在他压力比较大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到处都爆发很多民众抗议啦、上街的这个画面了，为什么拿不到钱？我这个中国光要维持国家的稳定，维持国家稳定不是4个字哦，是我要有人监控，对，我要有设备，而且我要有警察，我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所有的监视设备。对，你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开销。当然了，你看，事实上现在其实压力最大是中国的民众，因为中国民众你到处都看到什么房子断供，然后这个资金拿不出来，很多投资公司暴雷，然后他们要拿这个钱也没办法拿，然后很多地方，然后一大堆资金都工资都拿不到。
这么多民间的思维，你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们失控的状况？因为他必须要投资非常大量的钱在维稳嘛。对，他们维稳到什么程度？你敢在网络上发表，马上就有警察来跟你讲啊。那如果你真的要北上的时候，马上就有警察把你挡住，那些都是要人要钱庞大的花费。我们讲在武警跟维稳方面，他预计就编了2.1兆，中国全预算大概是30兆，你看他都编了2.1兆，而且这光是维稳哦。对，但是这其实只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，它其实把很多维稳也编在其他的这个项目里面，军队的或者很多其他项目里面。所以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非常高了。对，中国的国防预算是1.9兆。它光是它的这个维稳的费用就要花2.1兆。对，你可以试想，我们的国防预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维稳还要这么一笔费用，你就知道这个开销多大。那你更不用讲，你还要投资什么 AI， 还要投资那些你政府还要补贴补助一大堆。这就是完全，所以我才说，它其实陷入一个很大的麻烦。所以你说中国要经营一个国家，不是嘴巴讲讲，它其实是花很多很多钱。对，中国是真的很不容易弄到今天这个程度，但是因为过去几年可能一些错误的决定，还有现在它面临到企业转型，它也转的不是很顺，所以导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，其实呢。为什么？我刚才就讲嘛，川普对你的方法就是攻击、再攻击。他现在就针对你的弱点，一个给你捏下来，给你捏下来，捏下去，要什么？就是在谈判的时候，你要听我的决定。好，所以吴董，我刚才讲的台语讲得告告。现在川普感觉上是，我要到你家做客，到你家做客，我总要跟你商量吧。我要跟你商量说，我哪一天去嘛？一开始是3月31号到4月2号，然后说不要，我在伊朗还在打仗，我就不去，说不去就不去。现在我说去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指定一个时间。当然，中国现在还没有答应，可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时间是美国决定要你中国推下去的。他是地球王嘛，地球王现在到处打仗，到处闹事，这个是恐怖分子嘛，所以他这个是定了，我认为没有问题了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中国为什么要欢迎他去？对，而且明知他来，这个是拍档 K。来就是为了恐吓，他来恐吓勒索取财，为什么还要欢迎他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中国现在的面临的情况哈，中国是一个他们现在什么优质生产力啦，什么这个就全生产链啊，它是一个全世界第1大的各个生产每一种产品的生产，它都在中国可以找到。对，所以换言之讲，它是一个全供应链的一个国家，这全供应的国家，它唯一它要找到非常大型的市场来消化，否则的话，中国现在完全就是靠外销来撑它国家的这个国力，或是说它的 GDP 嘛。然后，但是问题是外销的量很大，但赚不到钱。对，那个是第2个问题，它赚不到钱的原因是因为内卷嘛。内卷，它内卷的方式，因为中国现在很厉害。它并不是像以前共产党的国家说，我就给你克扣工资，它不是，它开放市场。因为我讲过一个故事，你记得吗？一个路口，一个十字路口，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看到那边路口人流越来越丰富了，他就买个地开个加油站，对不对？然后第2个人呢，就是细嘎头嘛。那第2个犹太人看到会看什么？哎呀，这边有加油站不错啊，那我开一个咖啡 shop。对不对？然后第3个会开什么东西？这个不错啊，我开个小百货店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是怎么干？我这边有这个，你开加油站赚钱，对不对？我边赶紧亏一个，然后马上100家加油站在同一个地方，这个内卷是中国人的劣根性，他根本不要另一边勾勒，他就 copy 再 copy， 就这样子给你搞，他搞到现在全世界在中国还有150家电动车。150家电动车制造工厂。我在通化夜市长大，通化夜市有1家香肠摊卖得非常好，然后就跑出3家香肠摊，然后有1家臭豆腐卖得好，就跑出2家臭豆腐。这就是中国或是我们中华人社会的劣根性嘛。那犹太人就会搞一个社区，就 community， 他会越来越建设，地区整个繁荣。中国像蝗虫过境，它一扫就把整个地方搞到寸草不生，厉害的不得了。就是内卷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靠国家补贴啊。那国家现在更厉害了，国家知道你要靠我补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可以很简单，我要开始挑选你。所以中国有150家这个电动车的工厂，对不对？但它只有补贴5到10家，那其他140家干什么？怎么办？倒闭，等到后面倒，慢慢倒，不。他倒闭了嘛，他就很简单，等着卖嘛，对，就被并购嘛，他到处找人买嘛。
你看到处都是美国人也去买，大都没给，哎，这东西还不错。它内卷的结果，东西做得很好，所以这是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拼价钱拼到品质世界第一？哎，这怎么干的？后来我要搞懂了，如果他没有品质拼到世界第一的话，他明天就倒闭，又倒了。可是这一方面，他现在有竞争力，在全世界很少全球有竞争力的这种产品啊，科技产品啊的 GDP 总数不超过10%，它真正就是全世界非你不可的东西不到10%，不到10%，那90人吃什么？又回到吃树皮了吧？那吃香蕉皮的时代来临了，就90% GDP 亏钱了。对，亏钱怎么办？亏钱就瞎缴货，因为你货来货去，但现在货不下去，完全要靠外销。然后他也不敢开放国内市场，对，因为习近平讲的一句话，我们不要学欧洲这些国家，因为他开放国内市场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社会福利制度。他很快，他只要说我现在开放，他跟台湾的健保，我告诉你，他马上医疗产业就起来了，世界第一，但是会变成怎么样？国家亏空，所以他不敢做社会福利的建构。他一做社会福利的建构下去的话，这个国家会立刻面临倒闭危机。他怕有像欧洲一样的倒闭，所以他就抠住社会福利，那变成全部是一个非常大的富裕的国家，但是非常穷困的人民，在这个整个架构下完成的。吴总以前曾经讲过，就是说中国要维持它这个统治的这种有效性跟能力，它必须要保8，那些8保不了了，保6也保不了，连保5都保不了了，所以它现在很多的问题，包括刚刚讲房地产的问题，很多失业的问题，就在这个时候啪全冒出来了。那就业率，它就业率保住了。所以它很多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让你不要失业率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外销很重要啊，对，外销工厂要你有工作，多找工作啊，可是不赚钱啊，不赚钱妈的不准倒啊！国营事业拼命贷款，民间事业倒闭不管你，他就这样跟你搞啊。所以国营事业是保障啊，这是他，所以他不管保几，失业率是最重要的。再还有第二个，你刚刚讲的很重要的，你不是看到维稳吗？我的维稳数字跟你不太一样了，大概3000亿人民币左右了啊。等一下，3000亿美金，我讲3000亿美金，3000亿美金，因为它的维稳数字跟它的国防数字经费两个差不多，两个都超过3000亿，国防数字现在可能超过3000到4000了啊。所以维稳花3000亿干什么？那就是你刚才讲的问题啊，没有办法造反啊。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人脸辨识系统啊。它现在叫做数位化列宁主义啊，它是数位化的集权管理啊。你要造反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对不对？他不会，他星星之火，警察就来了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你斗内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。而你的超级留言，我都会认真看的。57台每晚9点，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。